你有没有想过，一颗比你小指甲还要小的晶片，竟然可能彻底颠覆我们对 8K 超高画质影像的想象？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解构这颗正在撼动整个影像世界的处理器 STEP。你没看错，就这么丁点大，8平方毫米。在这么微小的空间里，到底藏了什么样的黑科技，能够及时处理那庞大到吓人的8K 影像串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谜团。好，在我们深入之前，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要先讲清楚：你没办法在任何一家店里买到这颗 STEP 晶片，它不是一个商业产品。那你可能会问，那它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值得我们花时间来关注呢？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吧。STEP， 它的全名有点绕口，叫做时空解析度增强处理器。但重点是，它不是消费性产品，而是一项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你看看这个梦幻组合，台湾的学术巨霸清华大学联手半导体界的龙头台积电，光是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东西肯定不简单。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制程，它采用的是台积电的16奈米技术。你可能会说，这在今天已经不是最顶尖的了。没错，但你千万别忘了，这只是一个学术研究专案，能用到这个等级的制程，就代表这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投入了巨大资源、非常严谨的制作。再来就是它的尺寸，我们刚刚提过，只有8平方毫米，这小到不可思议的尺寸意味着什么？就是它的功耗和成本可以压到非常非常低。但你想想，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塞进超高的性能，这本身就是对晶片架构设计的一大考验，也是它最让人惊艳的地方。而这就是它交出来的成绩单 10.2 TOPS。TOPS 代表的是每秒1兆次运算，所以这等于是每秒超过10兆次的运算能力。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概念？简单说，就是这颗小小的晶片可以及时处理 8K 60帧的超高画质影像，而且完全不费力。这几乎是为学术界的影像处理器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性能标杆。一颗这么小的晶片却有这么强的性能，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对吧？它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秘密就藏在它的核心技术里。这一切的核心都围绕着一个叫做影片超解析度，也就是 VSR 的技术。简单来说，它不是单纯把画面拉大而已，因为那样只会变得很模糊。它的目标更像是一个影像侦探，要从有限的线索当中很聪明地重建出原本已经遗失的画面细节。STEP 晶片的名字其实就眼睛泄露了它的秘密武器，就是时空这2个字。你看，它不只是分析单一的一个画格，也就是所谓的空间资讯，更厉害的是，它会去参考前面和后面几个画格的资讯，也就是时间资讯，利用物体移动的轨迹来更精准的填补细节。这不是在乱猜哦，而是在时间的维度里寻找线索，让重建出来的画面更真实、更准确。为了要理解 STP 晶片和市面上电视晶片的根本区别，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辆车。STP 就像是一台 F1 赛车，它所有的设计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在 VISR 这项任务上跑出最快的单圈速度。而我们电视里常见的 SoC 晶片则比较像是一台豪华 SUV， 它功能超多，可以上网玩游戏，什么都能做。但你如果真的把它开上赛道，只比影像生平这一项，那它肯定会被专为赛道打造的 F1 赛车狠狠甩在后头。好，了解了 STEP 这台 F1 赛车的定位之后，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商业市场，来看看目前 8K 电视领域的3大巨头，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影像生平这个大挑战。首先是三星，他们的策略你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暴力美学。从早期的64个神经网络一路飙升到最新的512个。他们的行销讯息非常明确，就是我们用海量的 AI 网络分别处理降噪、纹理生成、边缘强化等等不同的任务，用绝对的数量优势来斩压问题，提升画质。接着是联发科，他们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赋能者。他们的 Pantonic 两缺是一个全方位的 SoC 平台，除了 AI 画质技术，还整合了最新的 CPU、GPU、各种解码格式支援、网络连接等等。他们的目标就是为各大电视品牌提供一个最可靠、功能最完整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最后是 Sony， 他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Sony 不太强调硬体规格或 AI 网络的数量，他们主打的是认知智慧。他们宣称自家的处理器能像人脑一样交叉分析画面中的色彩、对比、深度，然后强化场景中的焦点，模仿我们人眼的观看方式，去创造一种更真实的沉浸感。所以你看，当我们把这4者并排放在一起比较，它们各自的策略差异就一目了然了。STMP 处理器在架构上是高度专一的 ASIC， 目标就是极致的功耗效率，而三星它的重点是神经网络的规模，联发科强调的是平台的整合性， Sony 呢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专注在独特的感知优化。这张表清楚地展现了学术界的尖端研究跟商业市场所需要考量的根本是两回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颗我们根本就买不到的学术晶片，聊了这么久，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它的影响力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大。STEP 真正的角色从来就不是要跟三星或 Sony 的剑士直接竞争，它的存在更像是在业界立下了一个公开的技术标杆。它用实实在在的晶片向所有人证明，嘿，用这么低的功耗和这么小的面积来实现顶级的时空超解析度是完全可行的。这也让它自己成为了一个潜在的 IP 模组，未来可以授权给任何需要这项技术的公司。这就给市场上的大公司，像是三星、联发科带来了压力。Stebby 的存在等于是在公开宣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效率水平，这就迫使他们的内部设计团队必须要努力跟上这个标杆，要不然就得考虑向外部寻求更高效的技术授权来保持竞争力。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当 8K 影像技术不断演进，最终将由谁来主导我们未来的视觉体验？是像 STP 这样来自实验室、专注于单一任务的极致效率，还是像三星、联发科和 Sony 这样来自市场功能全面而且强大的通用平台呢？这场竞赛其实才刚刚开始。